县城的时间是静止的，那种极致的安稳也是极致的内耗，太消磨人的心智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啊？这句话来自我一个程序员的朋友，他呢在上海写了10几年的代码，卷不动了，拿着赚好的200多万回老家县城准备躺平，结果呢不到1个月又灰溜溜的回到了上海，然后说了这句令我也比较感触的话。今天这期视频我就想借着这句话来聊一个比较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：中国的县域经济如今到底是什么状态？它的未来又在哪里？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的行政单位，居住着7.25亿人，占全国总人口的51.5%。换句话说啊，有1半以上的中国人呢生活在县城里。但这1半人的真实生活状态，很多人并不了解。西南财经大学有份研究报告，2024年县级地区的平均财政的自给率只有38%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县里每花出去100块钱，有62块钱就要靠上面来补，自己挣的钱连1/3都覆盖不了。我给你举个极端但真实的例子：陕西佛坪县，这个县户籍人口3.2万，实际常住人口呢只有8000。什么概念呢？整个县城没有大型的商超，没有连锁快餐，没有红绿灯，出租车也只有9辆。但你猜吃财政饭的公职人员有多少呢？将近3000人，每年财政支出8个多亿啊，基本全靠转移支付撑着。佛坪不是个例啊，全国像这样常住人口不够10万，产业基本空心，全靠财政输血的微型县城有200多个。你可能会问了，那县城以前不就这样吗？以前是靠什么活的呢？确实啊，以前的县城是具有造血能力的，农业税收、低端制造业税收、土地财政，好歹养活自己。但现在完全变了，首先是制造业开始集群化了，大厂都往省会、往都市圈集中，县城的工业园就人去楼空了。招商年年喊，企业年年走，实体经济空心化成了普遍的现象。还有土地财政，前几年县城还能靠卖地、搞房地产撑撑场面，现在呢，1、2线城市都顶不住了，更别说人口一直外流的县城，土地收入断崖式下滑，财政直接又少了一大块。那县城发展的钱哪里来的呢？答案前面讲过，转移支付。2026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突破了10.4万亿，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保这些县城单位的工资，保他们的运转，保基本的民生。说句不好听但很真实的话，很多县城本质上就是靠上级输血来维持的财政巨婴。比财政问题更致命的是人口。全国85%的县城属于人口持续外流的收缩性城市。在山东泰安临阳县，户籍人口86万，听起来不少，对吧？但实际常住的只有53万，另外33万人呢，肯定是走了，走的大部分都是18到45岁的青壮年、大学生，留下来的呢，老人、妇女、孩子，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。人走了，税基减少，税少了，公共服务跟不上，服务跟不上，人就更要走了。越穷就越留不住人，越没有人就越穷。而且有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经济现象，因为相对于1线、2线城市，供应链便利程度不高，信息透明程度也不高，所以绝大多数的县城消费水平、生活成本这些并不低，甚至相当一部分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高于1线城市。教育、医疗、人情往来一样不少。绝大多数人处于一个收入低、开支高的情况下，普通人很难有稳定的储蓄啊。在地产退潮的今天，大家都捂紧钱包，非必要不消费，线下的商铺、餐饮、零售客流断崖式下滑，生意惨淡，似乎已经没有了增量的发展，全是存量的博弈啊。说到这，你可能会有个疑问啊，县城经济这么差，为什么感觉有些人过得还可以啊？这就是县城最有意思也是最残酷的地方。它的经济闭环和普通的老百姓的劳动消费关系其实不那么大，县城的核心资源掌握在很小的一个圈层手里，我们俗称县城婆罗门。一座几十万人口的县城，真正说了算的可能就是那几百个体制内的核心人员，再加上几个本地制造业或者城投的老本。上级拨下来的转移支付、基建项目、民生补贴，很大一部分会在这个圈层里面流转。普通人没有人脉，没有关系，想挤进去谈何容易啊！能在边上喝点汤已经非常不错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县城的人特别讲究人情关系圈子，因为在这套体系里，努力和能力很多的时候都不如一顿饭或者一份关系。久而久之，这就形成了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氛围，大家都盯着体制里的饭碗，都想挤进这个圈层，都相信关系大于规则，真正想干事、想创业、想创新的人反而失去了空间。那未来呢？县城的未来会在哪里？
其实只要看看隔壁的日本就很清楚了。日本的小城市经历过和我们几乎一样的路径，楼市泡沫破裂，老龄化，人口向东京都市圈集中，产业空心化，财政靠补贴等等。结果是什么？现在日本很多偏远地区的房子，几百平的独栋一户建，2、3万人民币就能买，有的甚至白送也没人要。这不是房价便宜，而是伴随着人口的消失，资产归零的信号。今天的日本小城很可能就是10年后中国普通县城的样子。当然，不是所有的县城都会这样啊。长三角、珠三角的百强县，比如昆山、江阴，产业强，人口流入发展得很好。但绝大多数的中西部、东北那些地方的普通县城，大概率会走上或正在走上相同的道路。未来的中国城市格局其实已经很清晰了。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3大都市圈会继续的虹吸全国的年轻人优质的产业和资源。大城市负责创造财富，小城市负责输出人口，承接养老。这不是谁的错，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。资源往效率高的地方集中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。最后说几句心里话，今天聊这些不是为了唱衰县城，更不是为了制造焦虑，而是想把一个真实的现状摊给你来看。北上广深的光纤是中国，如今的县城烟火和困顿同样也是中国。我是鲁克，欢迎关注碧海，我们一起来看通天下财经。